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4月15日的时候，华为第一次对外展示了自己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。公开的试驾视频地点在上海，汽车是由完全自动驾驶系统控制，没有任何人来接管驾驶。这款汽车不是虚无缥缈的实验室版本，而是即将在2021年底交付的量产版。华为首次推出的合作车型是北汽蓝谷旗下的高端品牌，计划推出2个版本，基础版提供高速自动驾驶功能，高阶版额外具有城市通行的自动驾驶功能。也就是说，高阶版的自动驾驶技术更为复杂和成熟。看到这个新闻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华为一个做手机的，凭什么来造汽车？他有这个实力吗？他能成功吗？然而美团的 CEO 王兴并不这么看，他公开表示，华为进入汽车领域，特斯拉终于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那么为什么像王兴这种级别的大佬会看好华为造电动汽车呢？今天我就来带大家进行一次硬核的分析。无论是汽油车还是电动汽车，为什么都在研究自动驾驶技术？自动驾驶技术有多困难？自动驾驶的发展又会带来哪些问题？在开始之前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华为造车不同于特斯拉，特斯拉是从零开始，无论是电池还是自动驾驶，都是自己一手研发。而华为的策略是从低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来切入市场，通过与传统汽车厂商合作，向他们提供自动驾驶的技术，以此为切入点来进入电动汽车的市场。有消息指出，此次奥迪准备与华为合作，在中国推出下一代的汽车，将考虑使用华为的自动驾驶技术。自动驾驶技术是汽车行业最具有革命性的技术，但是到目前为止发展了10多年，商业化一直还是举步维艰。奥迪早在2017年就宣布奥迪 A8 实现了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，但是它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，功能也比较鸡肋。另外，自动驾驶还面临着如果发生交通意外，谁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问题。所以在2020年，奥迪宣布放弃自己研发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。按照美国的标准，自动驾驶技术分为5个等级，目前大部分自动驾驶技术还停留在 L3 级别。想要达到 L5 级别的完全自动驾驶，道路还很漫长。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困难重重。在今年4月2号 Waymo CEO 宣布离职，引发行业的高度关注。Waymo 是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，成立于2009年 ,2016 年拆分为独立的公司。Waymo 至今拥有全球最多的自动驾驶的实际道路测试和仿真的测试数据，即便如此，还是攻克不了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的难题。华为选择的则是一条比较迂回的策略，他们不准备率先开发高级别的全自动驾驶技术，而是发展比较低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，配合人工驾驶来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，以后再通过搜集到的大量不同的驾驶数据提升算法，然后再不断的拓展使用场景，最终实现高级别的自动驾驶。华为的高阶版自动驾驶车型的配置非常豪华，仅激光雷达就有3个。从硬件配置上来看，华为的自动驾驶车型是完全胜过特斯拉的。特斯拉目前采用的摄像头是纯视觉的感知系统，采集的数据质量和纬度比不上激光雷达丰富。特斯拉目前已经在测试使用激光雷达，以特斯拉目前的能力，在所有车型上增加激光雷达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，主要的顾虑就是使用激光雷达后，特斯拉每辆车的成本会增加很多。使用激光雷达的汽车虽然能够采集到更加丰富的数据，但是自动驾驶技术并不意味着硬件越高越好，最重要的是数据处理的能力，还要有产生大量数据的汽车，有大量的汽车能够使用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，这样才能获取到更多的数据，才能够更快的提升算法，自动驾驶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。2016年，谷歌阿尔法狗战胜人类的顶尖棋手，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热情大涨，汽车自动驾驶受到追捧，多家巨头宣布投身到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，
在最顶峰的时候，几个创始人仅凭简历就能拿到融资。2019年因为商业化达不到预期，自动驾驶技术进入低谷，直至2020年下半年，随着特斯拉的热销，资本对自动驾驶技术又开始有了兴趣。现在华为、小米等多家互联网巨头入局，进一步推高了市场的情绪。目前市场上的自动驾驶实现方法有2个主要的研究方向，一个是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一步到位，以谷歌旗下的 Waymo 为代表。第二个研究方向是从低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切入，然后通过算法的提升，不断的迭代自动驾驶技术，以特斯拉为代表。华为选择的是和特斯拉一样的路线。华为公开的高阶版自动驾驶配置包括3个96线车规激光雷达、6个毫米波雷达、12个摄像头和13个超声波雷达。车辆配备中央超算，基础版的算力为400 TOPS， 高阶版的算力为800 TOPS。TOPS 是计算机的算力单位，1 TOPS 指的是每秒钟进行1万亿次的运算，那么400 TOPS 就是每秒要进行400万亿次的运算，这个算力可以说是相当恐怖。训练自动驾驶技术最重要的是接管数据，接管数据通常只能在真实的驾驶条件下获得，在道路测试或者仿真测试中没有办法测试到所有的场景，在现实的车辆驾驶过程中，什么突发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。另外，自动驾驶所需要的数据也需要实时进行维护。比如说，自动驾驶所需要的高精度的地图，它不仅仅是像高德一样的平面地图，而是更像一个数据库，不仅需要精确，而且还需要实时进行更新。要达到实时更新，只能通过道路上跑着的各种自动驾驶的汽车完成。如果说跑在路上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够多，地图实时更新就没有办法实现。每座大型城市要达到上万辆级别的智能汽车，才能够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训练系统，并且保证地图的实时更新。自动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领域。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指计算机能够胜任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，并且比人类做得更好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还没有办法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，不能举一反三，只能通过采集大量的数据以应对不同的场景。在自动驾驶的领域，道路模拟测试和仿真测试便是学习训练的过程。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自动驾驶汽车实际上是机器人，对机器人要如何监管，如何保证乘客的隐私，出了问题谁来负责，这些都是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。那么大家对电动汽车或者自动驾驶技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，也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，点开小铃铛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